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別再說他們長得像了，李沁、白鹿、李一桐聚會，一眼就能認出誰是誰。娛樂圈向來不缺美女，也不缺討論。尤其是當幾位氣質相近又都有代表作的女演員出現在同一審美範圍內時，外界總會忍不住開啟比較模式。而在過去幾年裡，李沁、白鹿以及李一桐便是網友口中同一模子刻出來的3位代表人物。無論是在路透圖中、電視劇截圖還是紅毯生圖，他們總會被網友放在一起討論。甚至出現過媒體配圖配錯名字的烏龍事件。因此，當網友開玩笑說他們3個要是同框，全網估計會像做題一樣盯着照片找區別時，沒人想到這句話真的成真了。近日，一張罕見的飯局照片悄然登上傳播平台，照片中不僅出現了李沁、白鹿和李一桐3位氛圍美女，還有陳哲遠、程磊、曾舜晞等演員同框。消息發布不到10分鐘，相關詞條直接報上熱搜榜，引起全網熱議。討論方向不是驚嘆顏值，也不是八卦關係，而是網友終於能分清他們了。當照片放大到高清倍數後，評論區瞬間沸騰。有人驚呼：“我第一次不用眯眼確認，看1秒就知道誰是誰。”雙引號。有人調侃，原來不是我臉盲，是他們必須站在一起我才能悟。雙引號。甚至還有人總結出一套辨認口訣：不笑的時候高級的是李沁，笑起來溫柔的是李一桐，而永遠像在憋笑的那一個就是白鹿。這次罕見同框，不僅澄清了撞臉爭議，也讓網友第一次意識到，同屬於古典溫柔系，但他們的獨特氣質完全不一樣。說起原因，首先要從五官和氣質分析。李沁的五官屬於精緻柔和型，但她的眼睛有一點點情緒含量，即便不說話，也仿佛藏着故事。她屬於耐看型古典美，眉眼間帶着一種疏離的清冷氣質，卻沒有攻擊性。很多人說她像從《紅樓夢》裡走出來的林黛玉，而她的戲路也幾乎離不開古裝、美人、柔情角色。在同框照中，她戴着帽子，穿着牛仔外套坐在中間，一眼看去就是那種溫柔又不主動成為焦點的存在。而李一桐則屬於越看越舒服的類型，她的五官不張揚、不激烈、不過度精緻，但組合在一起恰到好處。她笑起來的時候嘴角彎彎，眼睛彎彎，有一種如水般潤澤的親和感，像是校園裡成績好、脾氣好，永遠能幫你借到筆記的學姐，不爭不搶，卻讓人忍不住多看幾眼。相比之下，白鹿屬於氣質最靈動，也最有鏡頭攻擊力的類型。她的五官更有稜角，也更有現代感。她笑點低，表情管理經常跟不上腦袋，但也正因如此，她在人群中永遠顯得生動、有生命力，像只隨時準備撲過來撒嬌的小狗。古裝時清麗可人，現代戲則乾淨利落。很多導演說她有活的鏡頭感，也因此辨識度非常高。所以那些說他們像的人，其實不是覺得他們五官相似，而是認為他們屬於同一審美體系，溫柔、乾淨、古典、東方韻味。這種感覺仿佛不是撞臉，而是像同一個審美時代下的3種不同表達方式。而更有趣的是，這次聚會並非單純私下玩樂，而是一次資源交叉、合作關係非常明顯的圈層聚會。細數3人的合作史，會發現他們不是簡單的偶遇，而是曾與同一批演員合作，同一圈制作班底接觸，甚至由同一審美體系的人推薦、關注或點評。李沁和曾舜晞因為古裝劇合作，一度被網友刻成熒幕感極強的人設絕配。白鹿與曾舜晞也拍過合作劇，
而李一桐同樣與這幾人有過作品交集。再往深挖，就會發現他們很多作品都與古偶市場、審美主導者、熱門製作團隊息息相關。換句話說，這三位並不是湊巧，而是處在同一賽道、同一審美體系、同一市場需求下的代表人物。他們的同框是一次時代審美縮影。網友看完照片後的反應甚至比新聞本身更有趣。有人說，娛樂圈終極謎題解開了。雙引號。有人說，拍個古裝群像劇吧，他們站一起比仙氣比故事比氛圍必火。雙引號。還有人認真分析，他們像的不是臉，是時代造就的審美標準。雙引號。這句話非常精準。在如今的影視圈，一個女演員是否能走紅，除了業務能力，還需要與時代審美傾向匹配。精緻鋒利的西式美，復古柔和的東方式美，都在市場中有受眾。而李沁、白鹿、李一桐正是被這一審美趨勢推向大眾視野的代表。久而久之，人們便會把他們歸類為一個群體，並忽略了屬於他們自身的差異、靈氣和表達方式。然而，這次同框終於讓觀眾意識到，他們並不是複製粘貼，更不是模板製造。他們有各自的表演方式、情緒表達、角色強項、鏡頭語言，也有各自無法被替代的魅力。如果說單獨看他們像是同一類型，那麼站在一起，他們便像三種截然不同的光，一個溫柔靜謐，一個清冷雅致，一個靈動明亮。所以這張照片意義不只是熱搜話題，它更像是對那句爭議多年評論的回應。別再說他們長得像了，因為當他們站在一起，所有人都能看到他們不是複製版本，而是獨立、鮮活、各有風骨的存在。他們都美，但美的完全不同，而正是這些差異，構成了如今多元而迷人的東方女性熒幕形象。而就在這張同框照片不斷發酵的過程中，網友們的討論也越來越精彩，甚至有人調侃，評論區比照片本身更值得截圖收藏。不同立場的粉絲、路人以及多年圍觀內娛的網友們紛紛上線，讓這場同框風波迅速演變成了一場頗具娛樂精神的審美大討論。有網友理性評價，他們三個根本不像，只是都屬於清麗東方美那一掛，所以在同一種審美氛圍裡容易聯想在一起，但細看氣質完全不同。白鹿是甜齡型，李沁是古典型，李一桐是溫婉型，站在一起反而更凸顯差異。雙引號。另一位資深追劇黨留言，作為看古裝劇10年的老粉，我可以負責地說，他們三個演古裝都好看，但戲路不一樣。李沁更適合清冷貴氣、紳士有故事的角色，白鹿適合靈動、撒嬌、帶點現代感的角色，李一桐適合嫻靜、堅韌、有成長線的角色。所以劇本一換，角色一變，你根本不會認錯。雙引號。也有人偏向情緒表達，言簡意賅，可算分清楚了。謝謝同框，救我多年臉盲。雙引號。當然，也少不了幽默派的網友。我以前覺得他們很像，現在我覺得我以前是瞎。雙引號。拜託以後走紅毯也一起走，謝謝，我要靠對比圖維持記憶。雙引號。好想做個表情包和急叫醒目辨認指南。雙引號。還有人進一步腦洞大開，提出大膽建議，要不3個人一起演古裝姐妹劇吧，劇情隨便寫，一個冷，一個甜，一個嬌柔，3美爭氣質，誰不火誰就輸。雙引號。很快，這條評論得到了數萬人點讚，還有網友順勢幫忙寫劇本大綱。第1集開局，皇上選妃，3美站一起，全朝臣都懵。然後皇上一句，此3人氣質各異，不可混淆，全劇直接封神。雙引號。
而另一波網友則從更宏觀角度分析，他們三個只是內娛一小部分，但很能代表當下觀眾對女性角色審美的變化。現在觀眾喜歡真實、有層次、有特點的演員，而不是流水線美女。以前大家說他們像，是因為沒有在同一畫面比較，現在放在一起，反而能看出美的多樣性。雙引號。更有吃瓜群眾一本正經的提議，建議各大品牌、劇組、時尚活動多請他們一起出現，不為別的，就為增強全國觀眾辨識能力。雙引號。就在討論持續升級時，也有粉絲溫柔回應，無論像不像，他們都努力、專業、漂亮，有代表作，被放在一個序列裡，不是困擾，是證明他們值得被討論。雙引號。一句話讓無數人點讚。而就在評論熱度不斷攀升之時，有個路人網友突然發言並登頂熱評。那天他們不是來證明誰像誰，也不是來比誰更好看，而是讓我們看到美可以溫柔，也可以靈動，也可以沉靜，而三個美站在一起，就是美的力量。雙引號。這一句話讓討論不再只是玩笑，而真正有了審美意義。越來越多人開始意識到，這張照片之所以上熱搜，不只是因為罕見同框，也不是因為多年撞臉爭議終於塵埃落定，而是因為在快速流變的娛樂時代，觀眾終於能看到，即便在同一種審美體系下，女性依然可以擁有屬於自己不可取代的光芒。所以，當有人繼續開玩笑說他們還是有點像吧，另一條熱評回應的風輕雲淡，卻意味深長。像的是時代，不像的是他們。